同意核能发电吗？带您来看看全世界目前的趋势到底在哪里。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现在没有空调，你活得下去吗？如果像我们是在这个亚热带的台湾啊，这个没有冷气你活不下去的哦。但是呢，在很多欧洲本来是很冷的地方，他们根本没有空调，他们的空调是暖气，没有冷气的。但现在他们没有冷气也活不下去，这是极端气候导致的状况。我们要带你来简单看看哦，近来的这个极端气候造成了非常多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状况哦。简单来讲，就觉得这个地球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好，那当然可能都我们人类搞的。好，我们先来看在欧洲地区啊，近来呢高温，然后洪灾，然后暴雨，各式各样，你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它都发生了。所以是不是世界末日？好，不晓得。好，那我们来看看哪些地方哦。比如说像是在欧洲，欧洲有热浪，然后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那么热啊？然后你看到了这个以前你会有高温的地方，像是这个阿联酋，它会有高温的地方，但是现在的高温越来越高。在5月份他们就出现了50度，然后再进来8月初。他们又出现了51.8度，历史的高温是52度，所以他们现在又快要创到历史新高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严重啊？那这么热的地方呢，气温升高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气温升高，它会把地表上的水分都给蒸发到大气当中，也就是说呢，温度很高的地方，大气当中会有很多储存下来的水分。那么多的水分在大气，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下雨哇就会是暴雨。以前大气当中没有那么多水分，也就是说气温升高会导致增加蒸发的一个状况。大气当中有非常多的水分，所以就增加了暴雨、洪灾的一个几率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极端气候一直恶性循环、不断恶性循环的一个状况。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带您看到北极、南极这种极圈的一个状况，都在发生融冰的现象。近来呢，这个北极圈，你顾名思义就好冷，对吧？那现在呢，在这个挪威的北极圈里面，他们最近已经连续3个礼拜测到了平均温度在25度以上。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呢，在挪威的北极圈，他们还有一个地方，一个观测站，他们已经连续大约是13天测到了30度以上的高温，你都觉得天哪，30度什么概念？你可以穿短袖的，你可以穿个细肩带，你可以穿个小短裤，30度你可以游泳，哎呀，游冰水多舒服啊！在北极圈呢，你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哦。那甚至呢，我们带您来看到在南极也有类似的状况，在澳洲他们就观测到，他们有一个飞地哦，那个飞地是一个岛，叫做赫德岛。好，那赫德岛这个地方是在亚南极的地方，这里呢过去也都是冰山，但近来他们发现他们的冰川融化了将近23%左右，那这已经是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状况，但这都发生了，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气候的一个暖化，看到极端的气候的一个变化，都让这些过去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在发生。于是乎呢，我们就要带您来看，能源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刚刚告诉大家说，在热带、亚热带的地方没有冷气是过不下去的。过去呢，在北极、在南极这种极圈、北欧的地方没有暖气是过不下去的，但是现在都在发生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哦。那比如说呢，我们像在欧洲过去呢，其实就是很冷的地方，他们的基础建设也都是因应寒冷的气候来做的。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都热得要命，所以就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现象。比如，在欧洲，他们现在呢没有冷气没办法活。我们刚刚讲到了，他们在欧洲现在的温度可以是20几度、30度，很热的状况。好了，那现在呢，欧洲的用电量激增。过去你去看欧洲他们的一个平均用电，冬天用电的状况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必须要有暖气。那到了夏天呢，他们通常而言，夏天他们的用电量是低的。但是现在用电量激增，甚至呢有好几个国家都测出来，像是西班牙、像德国，他们在近来7月、8月，他们平均用电量超越了那个他们好冷下雪的一个冬天。所以你就说了，这个世界很不一样，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
他们需要电，缺电。以前呢，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我一年四季到头都需要这么多的电，他们可以做一些动态的平衡。但是现在没有，他们就是需要很多电，甚至呢，他们需要的电多到连他们的核电厂都没办法因应哦。核电厂盖在欧洲，那也都是因应当地寒冷的气候。核电厂呢，它在这个核能发电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大量的水让它降温。但是现在欧洲很热很热，你说呢？这个核电厂如果盖在水边、海边、河边，可以，它至少可以降温有水。但是呢，在欧洲有一些地方，它是盖在内陆的地方的核电厂，现在面临到的状况是温度太高了，所以怎么办呢？没办法降温，没有办法降温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它没有办法再继续运作，它要暂停运作，因为太热了，不能继续运作下去的，会爆炸的，所以他就开始暂停这个核电厂运作，那就没有电。没有电怎么办？现在欧洲好多地方，甚至连火车站都会大停电的状况，因为没有电了。然后他们又好热，他们要吹冷气，所以呢，到底是要吹冷气还是要有电？它这就是一个大哉问喽。所以你看到了，现在这些核电厂也因为高温，一来呢，它必须被迫没有办法冷却，它就得要暂停运作；亦或是有一些地方因为温度太高了，所以会发生什么状况？装置的容量就下降了，所以呢，这个核电厂呢，现在在欧洲的状况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讲回来，到底这个能源够不够？现在全世界都在缺电，除了是极端气候导致了过去现在不用开空调的地方，它需要开空调，它需要更多的电。另外一个带您看到是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呢，这个吃电怪兽也需要非常多的电，所以我们就带您来看美国的状况。美国过去呢，他们的发电结构啊，能源的一个结构呢，他们最多的是用天然气发电，然后他们用了燃煤发电，然后用了很多的一些绿能、再生能源，比如说太阳能啊、风电来发电。它的比例呢，最近几年你去看到，一直是太阳能跟这个风力发电它的一个比例慢慢在上升当中。但川普上来了之后呢，因为非常需要电，他们要发展科技、发展 AI， 所以他说我们要增大燃煤发电的一个比例，然后大家说那不环保啊。于是呢，川普他说那要发展的核能发电，但他要发展的核能发电呢，不是我们传统中想象的那种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核电厂，他要发展的叫做 SMR， 这是目前应该是全世界大家都在发展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核电厂，小型的一个模组化的核电厂。过去我们盖这个核电厂就是哇好大，然后呢你要花好多的时间，然后去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核电厂区，少说都是200亿美元起跳的一个这个盖厂费用。但是呢，这个 SMR 这个小型的模组化的核电厂呢，它就是说，它把工厂里头把它做成这个核子反应炉，然后这个厂，然后到了一个这个另外一个我需要电的地方，我就把它组装，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叫做小型模组化的一个发电核电厂。好，那这是未来在发展，现在正在进行时，大家都在发展这样的一个新技术。所以呢，川普也说这个电力不足的状况就要发展这种 SMR 这样的一个小型核电厂，会是一个非常灵活，然后呢，它这个装置的成本又比较低，会是未来的一个主流。但现在大家都在发展，你说真正开始商转的好像还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未来的趋势发展的如何。好，但是呢，提到了 AI 的耗能这是一个全世界都要正视的问题给大家一个统计数字是2024年。那个时候呢，2024年的统计 ，AI 资料中心它所需要的用电量，在全世界用电量的占比是1.5%。好，这其实蛮高的好，那再来看，那它一直在发展，所以它需要的电就会越来越多。所以一个统计数字是到了2030年，大约是5年之后，它AI 的资料中心用到全世界的电的占比会翻倍，变成3%，也就是呢，它的用电量会越来越高。那我们又要科技发展，但同时间你要怎么样去满足这些用电量？然后别忘了，我们刚告诉大家，极端气候造成的用电量又更提升，极端气候又造成了核电厂它发电量可能在降低，所以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你就看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方式可以给人类最多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量那我们就来带大家看看，其实过去呢，对于这个核能发电有非常多的讨论。一开始研发，当然大家觉得说，哇
这个用核能发电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它的一个价格又比较低。但是后来大家会觉得我要用再生能源，我要环保，所以大家就会想象说我要用太阳能发电，我要用风力发电，我要用水力发电，有很多各式不一样的。但是呢，经过这么多的转折，再加上大家记得吗？核电厂曾经发生过好几次的事故，这些的事故就让大家警觉说，核能发电，或许有它的风险。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过去的车诺比的一个核灾，然后呢，比较近期的2011年的日本的一个福岛核灾，都是核电厂引发的一些事故。所以这些事故呢，车诺比就让欧洲的国家觉得我要把这个核能发电降低它的一个比例，我要用其他的安全的方式来发电。日本呢，你就看到日本，然后还有日本邻近的国家，大家就会认真思考说，我还要不要核电厂？所以呢，其实每一次的核电事故之后呢，紧接而来就是各个国家大家的一个思考、反思，觉得我要降低核能，我不要核电厂，我不要核能发电。但是呢，现在世界又不一样了。当大家很缺电的时候，你又重新回头想，核能发电或许还是一个选择，它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它是相对优良的选择。我们从成本来讲，这个成本发电的成本做一个比较来念给大家听。太阳能发电每度在台湾，我们的数字是4.18块钱。那如果你用风力发电，每度3.2块钱。那如果用核能发电，每度电呢大约是1.98元，所以它等于是太阳能发电大约是1/2、1/3的价钱，所以呢，相较来讲，它是比较便宜的电力哦。那再加上呢，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很多的一些本来愿意完全把核能排除在它的发电选项以外的国家，都在转向，所以就让这个世界大家又重新的思考核能发电。过去可能它有风险，不太安全，但现在不太一样啦。我们的科技发展啦，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风险都降到可控的一个风险以下呢？会不会核能变得比较安全了呢？我们来举例哦，像欧洲呢，在车诺比之后，德国就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不用核能的国家，但是呢，现在的德国呢，他又重新思考说，我好像还是得需要核能哦。好，那法国也是。法国呢，其实也是一个核能大国，他曾经一度呢也觉得这个很危险。你看看这个日本又发生这样的状况，他们也开始减低它的一个核能发电的比例，然后陆陆续续，他觉得他的一些核能发电厂要慢慢让它除役。现在呢，不但没有除役，他们现在要盖新的核电厂。日本也是，你说怎么可能？日本就是一个深受核灾所害的国家，但是呢，他在2011年那个时候发生了福岛核灾之后，他们就说好，我要把所有的核电厂全部都让它暂停营运，全部都停止运作。然后那个时候呢，它总共有54座的反应炉，全部通通都终止运作。但是呢，过了10年以后，现在回头来看不一样了。我们来看日本的一个态度批变，在于他们过去呢不用核电，我用天然气发电，但是呢日本也是岛国，所以呢他们的天然气也都是得要从国外进口。后来俄乌战争发生了之后呢，他们没有那么多天然气来源，于是日本人开始想，太危险了！如果我有一天没有天然气的来源的话，我难道整个岛要没有电吗？不行的。所以他们思考了之后，发现核能还是一个可控的一个状况，可控的能源的一个来源方式，还是要发展核能的。所以呢，我们来看到在10年之后，日本我给大家一个数字他们是在2023年，日本国会呢，他们就通过了一个修法。他们过去呢，他们说核子反应炉40年的寿命，40年之后确保它安全，我可以在它延役20年，然后最终就60年，这个核电厂要除役。但是呢，日本国会在2023年修了一个法，把这条拿掉了，也就是核电厂它可以继续运作，只要你确保它是安全的，只要它通过非常严格的检查，它可以一直服役下去，它可以一直运作下去可长可久的。只要你把它修得好好的，它很安全就可以的。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在告诉大家，日本重新回到了核能发电大国的一个行列当中，他们现在又要开始让它的一些反应炉重启。他们现在已经有14座反应炉重新的恢复了运作，还有更多的现在正在要通过这个检查，又要开始重新运作。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过去呢说要这个
非核的国家，现在又重新回到了核能的怀抱。那除了日本之外，来看中国，中国呢，他们现在每年都在通过10座核子反应炉的新建，每年都不断在新建。现在呢，在中国正在新建的有30座的核电厂核子反应炉，很快的时间，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核能大国，核能第1名的大国，在全世界当中。那当然，台湾呢，我们目前呢，现在呢，在缺电的状况底下，又重新思考了，所以呢，会不会？的确，在人类的一个科技进展的过程当中，核能会变成相对安全，或者是相对成本低、相对可控风险的一个能源的来源，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是呢，现在世界的一个趋势，的确呢是正在走向核能复兴的这个道路当中了。那未来呢，是不是核能发电又会成为大家的首选的选项呢？就要带我们看看各国的这个政府，他们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取舍跟权衡了。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近来的核能发展喽。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